阎王要收我做妾，我投靠小神仙后，他吓疯了。上辈子我把地上的红纸当成垃圾捡了起来，却被迫跟阎王萧成签订了契约，成为阎王夫人。而他最爱的女人，我的妹妹张曼，活到了99岁，嫁了3个丈夫，生了6个孩子。只要妹妹跟别的男人亲密接触，萧成就将我扔进18层地狱接受惩罚。都怪你剪了契约，让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爱的女人跟别人结婚生子。整整99年，妹妹在人间快活，我在18层地狱轮番受酷刑，骨头打断又连接，皮肉被一片片切掉、烧掉，油炸又复原，头颅被打碎，脑浆崩出来，又混着泥土塞回去，五官被割掉又缝补好，直到妹妹寿终正寝进入地府，我才彻底结束了这悲惨的一生。再睁眼，我重生回到上辈子捡红纸那天，这一次我再也不手贱了。可一向眼高手低的妹妹，这次却争住抢着捡起了地上的垃圾。在成堆垃圾中捡起红纸的一瞬间，一辆疾驰而来的大货车把妹妹撞得血肉飞溅，周围人都惊恐地捂住眼睛。我身上溅了一身血点，惊讶的神情不亚于其他人，可不是因为恐惧。上辈子我什么刀山火海没受过，又怎会惧怕这场车祸？我吃惊的是，妹妹为什么抢先捡了红纸？难道她知道了什么？没有人看到阎王萧成的幻影出现在妹妹消失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妹妹还心有余悸，我死了吗？为什么感觉不到痛？你又是谁？萧成无比激动，曼曼，我终于等到你了。你捡了地上的红符，就跟我签订了契约，你现在是阎王夫人了，跟我一样拥有无限的生命，我们会永远在一起。身旁小鬼惊慌地翻住名册，怎么是他？可名册记载有天命之相的人是他旁边那个女孩啊！闭嘴！萧成低吼一声，大手一挥，小鬼瞬间消失。我知道他是死了。萧成还是这么狠心，上辈子因为有小鬼替我说话，他眼睛都不眨的就把他们打得全都灰飞烟灭，永世不得超生。可我只是个平凡的女孩啊，我怎么能成为阎王夫人这么高贵的存在呢？看着如此谦逊纯洁的女孩，萧成心中泛起涟漪。曼曼，我们2个是命定的一对，从你生下来金光闪过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你，你注定是我的妻子。什么金光闪过，我从来没听说过。可阎王既然这么说了，难道妹妹真的是天命之子，富贵之相？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知道妹妹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一直很娇气，爸妈让我们外出实践，她连弯腰都觉得脏了自己，因此我才能捡了地上的红纸，被迫跟阎王缔结契约。在她为了妹妹嫁人伤心的时候，我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烈火烹油的痛苦。契约之人不可杀，我就这样在18层地狱里折磨了整整99年，身上206块骨头，全身皮肉，没有一处不经历过摧残。直到妹妹寿终正寝进入地府，萧成才给了我个痛快，因为他不想让妹妹吃醋。极度的痛苦让我眼前模糊。曼曼，跟我回地府，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盛大的仪式，这次再也没人是我们的阻碍了。萧成挑衅地瞥了我一眼，可看到我满脸泪水时，他难得怔住了。思索良久，他牵起妹妹的手走进空间漩涡里。他可能认为我在嫉妒，可我巴不得不当那个什么狗屁阎王夫人。呜哇作响的警车和救护车很快赶到，可妹妹碎成渣的尸体已经没了抢救的必要。由于我是离事故最近的人，又是妹妹的家属，我被带去了警察局做笔录。死丫头，为什么死的不是你？收到信息的爸妈冲进警局，第一时间给了我一巴掌，耳朵开始耳鸣，我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你真是我们家的克星，我就应该把你掐死，都是你没有保护好你妹妹，我真恨不得你替她去死。你不是我的女儿，滚！就当我没有生过你。耳朵还在嗡嗡作响，脸肿了一片，热热的，心却凉到极点。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凭什么还要是我？爸妈从小偏心妹妹，我是知道的。上辈子我曾偷偷回过人间一次，可家里喜气洋洋，完全没有因为我的离世有一点悲伤。妈妈甚至庆幸我的离开，家里全部财产就可以名正言顺给妹妹。妈妈没有明白我的话，她还以为我在嘲讽，又要冲过来打我，被爸爸一把拦住。慢慢的，后事重要，这些天你先别回家了，你妈受了刺激，缓一缓吧。爸爸错开我求助的眼神，拉着妈妈去看妹妹的遗体。我早该知道的，即使爸爸对我有1分好，可是他对妹妹有99分好。这一天，我失去了妹妹，也失去了所有的家人，可我身无分文，又该何去何从？目光转移到警局门口立的和南山道观一起打击封建迷信的牌子上，道观招收义工，包吃包住，天无绝人之路。我愿意。我还没说出自己的请求，道观俊秀的小道长就红了耳朵将我引到宿舍门口，这是单人间，给你住。过了99年没合眼的日子，今天又经历了这一番，我早已疲惫不堪。爬上晒得干燥有淡淡洗衣粉味道的床时，我瞬间陷入沉睡。在梦中，我又回到了地府，与前世冷清的样子不同，阎王殿到处挂满了红绸，就连门口2个恶鬼雕塑都戴上了红色领结。正准备掐自己大腿离开梦境时，盛装打扮穿着红色喜服的妹妹一把拉住我，姐姐，你来了，不要怕，这是在地府，我是地府的阎王夫人，我马上要成婚了，你可以陪着我吗？爸妈年纪大了，我怕他们接受不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妹妹祈求着我，楚楚可怜。我们的姐妹之情哪有这么深？怕她只是想炫耀吧。在她眼中，我只是个平平无常的凡人，而她已经达到了凡人目不能及的高度。
你是我的阎王夫人，是地府的女主人，你想要什么做不到。如果有人敢违逆你，那就让他尝尝18层地狱的滋味。萧成跨着大步一把将妹妹搂在怀里，所有小鬼瑟瑟发抖，阎王一挥手就能要了他们的命，他们不觉得有人敢拒绝他。可我知道他的死穴，碍于阎王身份的规则，他不能干涉一个死期未到的活人。而我曾偷偷翻看命簿，我的寿命被掩盖掉了，但总之我觉得我至少现在还不该死。既然你已经死了，这辈子我们的姐妹情谊也就到头了。我一个凡人不配跟阎王夫人攀亲戚，爸妈把我赶出了家，我还要干活养活自己，就不奉陪了。你敢拒绝曼曼？萧成震惊于我的态度。是了，上辈子我从来没有对他的要求说一句不字，他只一个眼神，我就能眼睛不眨一下的抠出自己的眼睛，只因为看到了妹妹和男友在床上恩爱。我堂堂阎王的夫人要你留下，你敢不从，那就是找死。萧成脸上的怒气加深，就在即将抓到我时，一声叫喊把我拉回现实世界。善信，放晚饭了。我满头汗水从梦中惊醒，门外小道士又敲了敲门。你还好吗？今天的晚饭有红烧肉。小道士贺青说自己不喜油腻，将自己的碗里的肉都夹给了我。我也不客气，我有将近100年没有吃人间的饭菜了。吃着吃着，眼泪情不自禁流下来，在人间活着的感觉真好。贺青慌了，手忙脚乱给我递纸巾，手不小心碰到我时，他快速缩回手，红了脸。对不起，你们出家人应该男女授受不亲吧？也没有啦，我不是。他的手放在下面捣鼓了半天，拿出来一张叠的精致的黄纸纸鹤。我看你身上似有黑气缠身，可能会做噩梦，这是我画的安睡符，带着这个会睡得安稳些。妹妹还没有放弃，刚接触枕头，我又被拉回地府。姐姐，我等了你几个时辰，没有你在我身边，我宁愿不举办这个大婚。姐姐，你是不是不开心我成了阎王夫人？我虽然拥有无尽的寿命，容颜也不会老去，可我也失去了我最爱的父母，还有你。妹妹哭得可怜，扑在阎王怀里。夫君他对我很好，姐姐你不用担心，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姐姐，你一定要亲眼见证妹妹的幸福好吗？乖曼曼，你先去梳妆，都哭成小花猫了。放心，你姐姐一定会答应的。萧成3两句把妹妹轰走，转身脸色立马沈了下来。她是你亲妹妹，你就如此嫉妒她，让她在大婚当日哭花脸吗？我知道你忘不了曾经是我的夫人，可你知道我最爱的是曼曼，她才是我的命定之人。我心中一惊，她果然也是重生回来的。萧成看我脸色突变，以为说中了心事，他叹了口气，语气软下来。如果你真的忘不了我，我会动用私权化去你的寿命，收你做我的妾室。虽然我爱的是你妹妹，但看在我们曾经是夫妻的份上，在曼曼生下长子后，我也会允许你拥有一个孩子。不用了，阎王大人，我真不想参与你们的事情。上辈子的事情我全都忘记了，这辈子我只想当个凡人，结婚生子，过完一生。一句话踩中他的逆鳞，萧成的说话语调都变高了。你还想结婚生子？你是我阎王的女人，就算这辈子不是正妻，我也不允许你找别的男人。你知道阎王妾室是怎样的存在吗？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你还是识相点。你想多了，让我当王母娘娘我都不敢干。祝你们新婚快乐，我真的要走了。萧成听出我话里的讽刺意味，就要拉住我继续辩论，可刚触碰到我的手腕，一阵金光飞过，他被击退几米远，手上冒着黑烟。萧成大惊，你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拿下来。我才发现手里一直攥着小道士给我的纸鹤。你说这个？我挥了挥纸鹤，萧成忌惮的又后退几步。我心中生出一计，其实我已经订婚了，你居然跟他在一起了。呵，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吗？别忘了你曾经是我的夫人，这辈子也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看着阎王忌惮又无力的眼神，我知道自己赌对了。横竖小道士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梦，那你就要问我未婚夫答不答应了。我真的没有时间陪你们闹了，我很累，明天还有早课，我走了。转身走进空间漩涡，萧成还要追，可他忌惮纸鹤的力量，只能恨恨盯着我的背影。清晨醒来，手中的纸鹤已经被捏变形了，不知道还有没有用。小道士，你还有别的纸鹤吗？或者其他安眠的物件？安眠的东西对我来说等同于驱魔，只要睡着看不到那俩颠公颠婆就行。贺青红着脸从自己怀里拿出一块玉佩，你且用着，这个由我亲自念咒做法，效果比纸鹤好1000倍。我千恩万谢，将玉佩宝贝一样挂到脖子上。不知是我的错觉，怎么他脸色更红了，耳朵像烧起来一样。玉佩果然有用，我一连几天没再被拉进地府，想来他们的婚礼已经结束，新婚燕尔应该顾不上我了。可我没想到，一辈子老实守在地府，只敢让自己的幻影进入人间的萧成，居然亲自来到道观门口。这天我正在门口分香，脖子一疼就失去了意识，醒来时被眼前破旧面目狰狞的石像吓了一跳。你醒了，竟然敢无视我的召请，重活一世，翅膀硬了，就以为我拿你没办法。萧成趾高气昂看着我，我立马看胸口，可玉佩已经不翼而飞。注意到我的举动，萧成阴邪一笑，别指望他能来救你，这地方谁都找不到。我知道你是欲擒故纵，上辈子在我身边近100年都老实乖巧，你怎么可能心里没我？我承认你赢了，我许诺抬你做侧夫人，婚礼还没举办，我们3个可一起拜天地。我万万没想到他们居然还没成亲，妹妹能忍到现在。萧成，你最爱的女人是我妹妹，
如今终于得偿所愿，就请你们一生一世一双人。曼曼不像你，她心地善良，小小一个侧夫人还是能包容的。只要你喝了这杯酒，我就成全你的痴心。萧成拿着酒杯一步步逼近，我想退，才发现自己被捆绑严实。不要，别过来，我不愿意。我在地上匍匐，后退。萧成邪恶的脸越来越近，杯中的液体刺鼻的腥味渐渐明显。他阴笑着一把掐住我的下巴，腥臭沾腻的液体粗鲁地灌进我嘴里。完了，我脑海中只剩下这一个念头。千钧一发之际，时间逆转，液体倒流回酒杯里。萧成被震退几步，堪堪维持住身体，杯子碎成了渣。他惊恐地望着空间波动的地方，人未到，威压先至，谁敢伤害我的未婚妻？找死！小道士，你找到我了！我心中大喜。萧成刚刚被震退，又被威压吓到，还心有余悸。可当他看到空间漩涡中走出来的不过是个小道士时，不由得嗤笑一声。我当是谁？这就是你看中的男人？区区一个无名道士而已，除了年轻点哪里比得上我了？你嫁给我，可就是地府唯二的女主人，我想正常人应该都不会犹豫的。可我不是，我受够了上辈子待在他身边。可我还没开口，小道士就挡在我身前。你就是那个夜夜缠着阿英的魔物，人鬼不可殊途。既然你已经跟其他女人缔结契约，就别再来打扰凡人的生活。你的婚礼已经延迟，再不成婚，你知道后果的。是啊，阎王大人，夫人已经在地府闹了几天了，我们来人间已经是违抗命令了，赶快回去吧。恶鬼雕塑一副快要哭的表情，因为法力低微，几只小鬼只能附身在雕塑里。萧成咬牙切齿，小道士，你敢忤逆我，我可是堂堂地府阎王，待我告到你上司那里，让你几辈子都做不成道士。张英，你选谁？他不过是个道士，能护得了你几时？跟住我可是能拥有无尽的寿命和数不清的财富。先管好你家里的事儿吧。贺青袖子一挥，空间波动，妹妹从里面掉了出来，她哭得妆都花了，发丝凌乱。夫君，跟我回去吧，姐姐根本不喜欢你，为什么要强求？婚礼拖延了好几天，地府的人都在嘲笑我，你让我怎么见人啊？萧成还在执着。张英，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跟不跟我走？夫君，闭嘴！本王能让你成为阎王夫人，也能让你做不成。妹妹吓得打了个哭嗝儿，看向我的眼神充满怨恨。我只好表明态度，我喜欢贺青，不管他是什么身份，生老病死，我都愿意跟他在一起。不知好歹，我看等你成了我的夫人，他还能怎么办？萧成想强行抓我回去，贺青提着拂尘冲了上去，刀光剑气，火星四溅，噼里啪啦。贺青竟和阎王打了个平手。提醒你，契约时间已经快到了。萧成恨得咬牙切齿，算你狠，本王还会回来的。张英，如果你敢嫁给他，本王让你夜夜承受痛苦。萧成拉着哭哭啼啼的妹妹进了空间漩涡里。贺青二话不说，公主抱我回了道观。她半跪在地上往我手上吹气，我才发现手擦破了皮。不好意思啊，实在是他缠住我，我才说你是我的未婚夫，我不会让你破了戒的，你放心。自知理亏，我连忙解释。贺青低低笑了一声，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之前就说我男女授受不亲，现在又担心我破戒，我没有告诉你吗？我是可以结婚的。视线划过贺青眼瞳深邃，睫毛纤长，高耸的鼻梁和嫣红的嘴唇，我才发现穿着道袍的贺青英俊的不像话。而且你收了我的玉佩，怎么翻脸不认人了？玉佩，我才想起来阎王把玉佩扔了，那玉佩一看就很珍贵，受了人家的照顾，还弄丢人家的东西，该怎么赔呀？我正犹豫怎么开口，贺青看出我的窘迫，也不逗我，变戏法一样从袖子里拿出一模一样的玉佩。这次我把绳子也加强了，再也没人能把它摘下来了。我在道观住了几天，萧成再也没出现过，可一对我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女儿，在外面这么多天，也该回家了。爸妈当时还不是为了你妹妹的事着急，你还真不回去看我们。妹妹的离世让爸妈苍老了许多，可我心中也有怨气，你们不是不认我这个女儿吗？怎么跟爸妈说话呢？妹妹出意外，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但凡你当初拉她一把，她都不至于。妈妈说着掩面哭泣起来。爸妈养你一场，妹妹没了，你也该替她尽孝啊。看着父母一改往日的说辞，又眼皮不停地跳，肯定是有猫腻，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是这样，妈妈有个熟识的男孩子，人长得又帅，家里又有钱，人家看上你了，只要你嫁过去，什么荣华富贵享用不尽。果然没好事，几天不见就想把我卖了，不嫁由不得你，彩礼我们都收了，也不看看你的样儿，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姻缘啊。你不嫁人，一辈子在家吃干饭吗？是啊，你不看我们，也看在妹妹的份上，要不是她托梦给我们，让我们不要责怪你，你以为我愿意来找你？这好姻缘本来应该是你妹妹的，现在她让给你，你可别不知好歹。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软硬兼施。我说怎么突然要给我介绍男人，原来是妹妹的主意。那边怕不是个男人，而是个贪心不足的恶鬼吧？见我不为所动，妈妈绷着脸高高扬起巴掌，你必须跟我回去，你个讨债鬼，克死了你妹妹还不够，还敢忤逆爸妈，看我不打死你！伯父伯母，有事好说话。贺青两根手指轻飘飘夹住妈妈的手腕，却像有万斤重疼的她呲牙咧嘴。你是谁？我是阿英的男朋友。怪不得不答应，原来偷偷摸摸勾搭了别的男人。妈妈上下打量了小道士一番，眼里全是轻视，也就有个皮相，道士有几个钱，你妹妹介绍的人可是那边的首富啊，你不答应，难道要逼死我们吗？你……我气急了，贺青一把拉住我，叔叔阿姨，你们看看这个，
说住，他从道袍里面掏出一个个本子，这是我的本硕博毕业证，这几本是我在各地的房产证，这是我手下的公司资产证明。阿英如果跟我订婚，这些都是他的。爸妈眼睛都直了，各种本本从桌子这头排到那头，公司资产的零数不尽。还有这个，说着他又掏出一个礼盒，这是驴家最新款的包包，这是百家限量的手表，李家的鸽子蛋，还有这几沓营养费，您先花着。我没有父母，这巨额财产正愁没人帮我花，您看我现在是叫二位叔叔阿姨，还是岳父岳母呢？爸妈冷了，对视一眼后，笑眯眯抱起桌上的礼盒，乖女婿，我们也是担心女儿的将来嘛，你也知道我就这一个孩子了，这些东西呢，我先替你们收着，你们好好培养感情啊，我们就不打扰了。看着贺青将笑开了花的两个人送出去，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你从哪里搞来这么多假证，挺齐全呀，还有那个鸽子蛋，那火柴闪的噼里啪啦的，跟真的似的，看我还傻乐呢。贺青一句话让我惊掉大牙，都是真的。看着他认真的帅脸，好了，这下该我愁了，什么活100年，我怕是要当100年的牛马都还不上这个债。放心，我从来不亏待自己，这些钱我有地方讨。贺青眨了眨眼睛，难得主动拍了拍我愁眉苦脸的脑袋，在我身上落下第12道保护符咒的时候，他才堪堪点头，差不多了，走吧。你是个道士，我是个凡人，我们就这么去地府讨债，真的行吗？我弱弱问道。贺青却拍拍胸脯，包的。画面一转，熟悉的地府大门出现在眼前，红绸还没有摘下，只是门口2个恶鬼雕像，好像脸色都不太好看。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阎王夫人，为什么你心里总想着那个女人？你让别人怎么看我？我以后还怎么治理下属？我为了你抛弃自己的父母，跟你来到这黑漆漆的阴曹地府里，我付出这么多，你为什么要负我？你要是敢再去找他，我就跟你没完。随后是一连串瓷器砸碎的声音，妹妹吼得嗓子都哑了，看来这几天是没少吵架。萧成也不遑多让，还不是你抢着解契约？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不就想长生不老吗？上辈子看到张英年轻的容貌，你嫉妒了，让我把她杀了，给你当阎王夫人。哪个男人不是3妻4妾？我堂堂地府阎王，就算有108个妾室都不为过。你不愿意了，好啊，你去投胎。我不是。贺青忽然凑近，悄咪咪地说了句，我假装听不到。我要眼睁睁看你娶不了她。你要是敢干涉凡人的寿命，我就把你告到天上去。萧成气急了眼，一掌将妹妹挥了出去，她重重跌在地上，吐了2口血。我的心中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这2辈子我和妹妹的境遇竟完全反了过来，我自有办法让她跟我在一起，若不是契约拦着，我早休你800遍了。阎王吐了口唾沫往门外走，迎面撞上我和贺青。英英你来了，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你来做什么？看我难堪吗？妹妹张牙舞爪冲上来，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亲姐妹，她始终对我有敌意。萧成随意挥了挥手，妹妹就消失在我眼前。张英已经送到，没事你就走吧。他斜视一眼贺青，就要牵着我走。贺青一个闪身挡在我身前，你想多了，我是来讨债的。萧成不解，我何时欠债了？你娶了张家妹妹，没有给他父母彩礼，还害得我未来岳父岳母差点把我夫人嫁出去。最重要的是，你偷走的那张阎王契约。萧成的脸色变了，我从没见他有如此惶恐过。随即他阴沈的脸上闪过一丝杀意，送上门来找死。一阵阴风吹过，地府的大门重重关上，霎时间狂风大作，空中传来无数厉鬼的嚎叫声，极为瘆人。我心中闪过一丝疑问，即使是地府的阎王，那也是在位的神君，为何能力竟如此邪魔？与他不同的是，小道士贺青身上像是有淡淡的金光包裹，四周纯净的，没有一丝被污染的痕迹，去一边多好。贺青声音镇定的没有一丝波澜。电光火石间，2个人碰撞在一起，浓雾与金光屡次碰撞，都没有尝到一点甜头。你知道了我的秘密，就别想走出地府。正好我坐下缺一个坐骑，不如就用你来替代吧。萧成挥了挥手，凝聚起一个手势，便引来了无数厉鬼。他们凶神恶煞，饥肠辘辘，贪婪地看着我和贺青，恨不得把我们扒皮削骨啃食干净。他归你们了。听到萧成应允，成千上万厉鬼们饿狼一样扑了上来，厉鬼们一个个被砍灭身形，可贺青也逐渐落了下风。萧成趁机出手，闪躲间，贺青脸上被划出一条血迹。跟我斗，你还嫩了点。萧成更是嚣张，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看着贺青拼尽全力为我搏斗，我想帮帮他，可我一个凡人，不给他增加负担就算好的。罢了，小道士，这辈子我已经努力过了，能够认识你，我也知足了。或许这就是我的命，我的命运不该让别人为我承担。我答应你。话刚出口，贺青的拂尘发出一声凌厉的哨响。阿英，不要说话。萧成，我就不陪你玩了。刺眼的金光闪过，贺青的身体渐渐变得高大起来，清秀的样貌变得雄伟俊秀，嗓音富有磁性，身上金色的铠甲反射出光芒。我乃是天上金仙，下凡查探地府，投胎一长一暗。萧成，你冒充地府阎王多年，私自豢养恶鬼新兵，扰乱人间正常秩序，如今证据确凿，还不缴械投降？他轻轻抬手，一道金光直直射向萧成。
萧成大叫一声，想要逃跑，却被金光绑住，动弹不得，身体被灼烧，疼得他在地上打滚。随住金光的收缩，他的本体渐渐露了出来，他竟然是个狐假虎威的一只相貌丑陋的地府小鬼。在场的厉鬼见头头被抓，立马想要四散而逃，可小道士不，金仙只动了一根手指，凭空出现一张大网，把他们网在里面。所有的哀嚎声最终化为一团小球，收进他袖子中，最终留下一片安静的狼藉。所有阴差四脚朝地跪住，头都不敢抬。你们都是被他蒙骗的，各自去各自的岗位吧，切莫惹事生端。1秒不到，现场只剩下我们2个人。我也完全愣住了，看着如今成年体的小道士，我竟一时有些不习惯跟他相处。你到底是？贺青突然松了口气，我眼前一阵模糊，再见他又变回原来的样子。是不是我太丑了吓到你了？我还是变回这个样子吧。没有，其实挺帅的。我没好意思说出口。贺青给我讲了来龙去脉，真正的阎王因受了情伤，四处游走抚慰心灵去了，他手下的军师就伪装成他的样子，狐假虎威。后来他耐不住寂寞，偷了阎王一张契约，要给自己找个夫人。贺青手腕翻转，一只小巧的纸鹤飞了出去。不消片刻，小小的纸盒叼着一个身材消瘦眉眼尖还带着愁丝的男人出现在地府门口。你手下的人犯的错就交给你看管，记得写报告跟天庭汇报。为什么受伤的人还要工作？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阎王接过塞了数不清厉鬼和萧成的小球，长叹一声，都怪你们，我还在旅游途中，又让我回来处理工作，先去18层地狱走一圈吧。我知道萧成的下场好不了了。萧成被困住，他留在这里的法力也随之消散，被困在屋子里的妹妹跑了出来，可一切都变样了。女仆听说她嫁的是假阎王，头也不回走了。我是阎王夫人，你们竟敢对我无礼，等阎王回来，我要他处置了你们，统统都别想好过。可看到真正的阎王第一眼，妹妹又变了，原来您才是我真正的夫君。阎王大人，我是跟阎王缔结了婚约的，我们2个才是一对呀。对了，萧成还没有碰过我，人家还是纯洁无瑕的，我愿意跟您在一起，我们明天不，今天就成婚好不好？你说的是这个吗？阎王轻捻手指，一张红符瞬间出现，又化成粉末。现在婚约取消了，你可以走了。妹妹震惊了，我也震惊了，这契约竟如此轻易就能焚毁。那假冒的萧成或许是能力不足，阴差阳错被困了一辈子。妹妹不乐意了，我不走，你们随意把我弄来，又说是误会就要把我送走，我已经死了，我还能去哪里？我才是阎王夫人，我就是阎王夫人。张英，都是你的错，为什么我嫁了一辈子男人，生了那么多不孝子孙，还要承受生老病死的疼痛，而你在地府里享受荣华富贵？你知道我死后看着你成为阎王夫人，还是那么年轻容貌的时候，我真恨不得杀了你。为什么这次我抢了契约，到头来却是这个下场？我不同意。我笑了，为什么人都要嫉妒别人的，而看不到自己拥有的？你尝尽世间百态的时候，我却在18层地狱里受尽折磨。如果这就是你羡慕的阎王夫人的生活，那你不如去陪萧成吧。可妹妹哪能听进去我的话，她认定了我就是在嘲笑她，落井下石。若柳扶风的阎王大人忧愁地扶了扶额头，他想把妹妹送回人间，却发现生死簿上她的名字早就被涂黑。妹妹在来地府第1天就魅惑萧成化去了她的名字，她以为自己可以享受永世的寿命，却不知道这也断了她的后路。阎王眉头的皱纹又深了一些，思考良久，作为补偿，他允许妹妹自由选择下一世的投胎家庭。可妹妹死活不答应，她还执着于自己高贵的阎王夫人的身份，不肯投胎当个凡人。在奈何桥边拉扯了很久很久，一道黑光闪过，推着妹妹冲进桥那头的通道里。阎王大人，属下看管不力，让那恶鬼逃了出来。阎王一脸尴尬，他们冲进畜生道了。与此同时，世界上某个角落的养猪场里，2只小猪咕咕坠地，掉进滂臭的猪屎堆里。一场闹剧也算结束。我和贺青回到道观，2个人表情都有些羞涩。谢谢你帮我，事情解决了，欠你的钱我会努力还你的。人家是职务之便，顺便帮我，我不能赶鸭子上架，得寸进尺。可贺青慌了，你不要我了？说好我们是未婚夫妻的，去了地府一趟就不要我了？你是不是看上那阎王了？你喜欢那种风格的？你是不是嫌我本体太刚硬了？我可以变的。他急得快要流下眼泪，鼻头更红了。可我就不明白了，我只是个普通的凡人，你是神仙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啊？可我们就是命定的一对啊！你出生的时候自带金光，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成年的时候我就进了人间，准备偶遇你。可没想到你被那假阎王捷足先登了，我在你身边放了好几个阴差保护你，可他们全被那贼人杀了，我只能眼睁睁看你受折磨，心都要碎了。后来我才发现他竟然是假的，我耗尽毕生修为求了一个再见你的机会，还好这次你没有捡那张红符，解决他不过是顺道接了个单而已。说到最后，贺青的声音越来越小。好了，都是重生回来的，干脆都打明牌的了。上辈子那些替我说话的阴差，原来都是他安排的。还有我每次在地狱里受折磨，总是有个看不清容貌但是眼波流转的人给我送糖，帮我疗伤，我才能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人家只是心疼的要哭了罢了。贺青委屈了，
那生死簿上我被划去的寿命，你注定是我的妻子，要那个数字做什么？我默默点了点头。妹妹去世的1年后，我也在人们眼里去世了。我本不必用这种方法离开，可当年我出生时的意向，让爸妈以为我是个怪胎，从此疏远了我。他们把贺清给的彩礼转手卖掉，拿着钱去请了一个所谓大师，要让妹妹借我的身体还魂。事情露馅后，他们又开始怪我不祥，害死了妹妹，导致家破人亡。我已经对家人彻底失去希望，给了他们一笔一辈子衣食无忧的钱后，就选择了死遁。当然，这笔钱是每个月定期打到卡上的，吃穿用度没问题，其他什么也做不了。而我也才知道，小道士第一次给我的黄纸纸鹤，也是类似契约一样的东西。从我拿到的那一刻，我们2个就绑定在一起了。至于后面的玉佩，只是他的一个小私心而已。当然，他这样欺骗我，我也不会放过他。不过在罚他跪榴莲的第59分59秒时，小道士红着眼睛跟我认错，哭得我心都软了。随后他又变成战神的样子，强硬地把我拘在怀里。这次终于抓到你了，行吧，一个人2种体验，我真是不亏。